家人们，1月23号呢，宝马是官宣了新款的 X3和3系上市了。那么今天我就来到了宝马的 4S 店，给大家带来了2款车。这2款车呢，明眼人能不能看出谁是老款的 X3，谁是新款 X3呢？这条视频告诉大家新老款的区别是什么，增加了哪些配置，以及价格能够拿到多少呢？好了，答案揭晓，在我左手边呢是老款的 X3， 在我右手边呢就是新款的 X3。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脸，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，老款前脸的格栅是这种亮银饰条的，新款前脸的格栅是这种熏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新款它的全系都是上了 M 运动耀夜套装，相当于就是耀夜版，所以呢，这个前脸的区别就在于这里。那另外从侧面来看的话，它的轮毂也是有区别的。这款因为是耀夜版嘛，所以它轮毂也是耀黑的这种套件了，所以这个轮毂也可以看出新老款的区别了。那么这款车的这个价格呢是3个配置啊，31万8、35万8和39万8。25有1个版本，也就是31万8的。另外2款就是30的，30就是一个低配一个高配。那怎么去区分低配和高配呢？从外观上面也可以看出，这个轮毂这个是20寸的，所以它是一个中配的，也就是30的低配。如果是顶配车型的话，就是21寸的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这款车呢，从轮毂上面就可以看出有很大的区别，对不对？这种亮银饰条的轮毂，而且呢，这个轮胎是19寸的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25的一个配置。新款的 X3，不管是低配、中配还是高配，现在这边都有一个 M 的标了，因为它是这个 M 运动耀夜套装的。老款的这个就是没有的。外观上面的区别呢，基本上就这些了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配置上面有哪些区别？我们坐进车内来看一下它的配置有哪些提升呢？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入门版本啊，第一就是它的整个驾驶员位的腰撑做了一个腰托，做这个的好处就是你在过弯侧倾的时候，它的那种侧倾感会更低一些，就你过弯的时候会更稳一些。而且呢，这个配置是3个版本都增加了，相当于就是3个版本都有这个配置。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 5G 网络，以前就是用的，大家可能理解为4G 吧，或者是3G 吧，以前普通网络哈，现在都已经铺开了5G 网络了，所以它的整个的网速会更快一些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低配版本多了一个什么？驾驶员侧的外后视镜的防眩目功能，右边的那个外后视镜是没有的，因为它只是提供给驾驶员看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中配车型多了什么？其实在刚刚讲的这些基础上，中配多了一个 HUD 平视显示，而且呢，这个哈曼卡顿音响以前是中配带了，现在低配没有，所以我觉得这点也算是遗憾吧。如果说把低配也配上哈曼卡顿音响的话，我觉得会更香。那么高配车型呢，在刚刚的基础上，它也多了一个20英寸的轮毂，而且这个轮毂据说是什么空气动力学的那个双色轮毂，反正就是很炫酷就对了。但是这个呢，就看大家的需求了。另外呢，高配车型增加了一个磨砂灰的新车色，这个颜色之前就是在 X5 上面有的，所以现在把它拿到了 X3 上面来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挺酷的。好了，新老款的 X3 的配置差异呢，我大概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，可能大家也已经了解到了这2款车之间有什么不同了。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，新款的 X3 呢，它的这个价格如果是说按揭的话，落地可以做到30万，老款的话这个按揭可以做到30万内，他们2个之间的差价是1万块钱左右。所以呢，家人们，如果说你们想要选一款 X3 的话，可以去 4S 店里了解一下新款和老款之间2款车的一个具体价格。大家也知道啊，在1月15号的时候，全新的奥迪 Q5L 也是上市了，它的这个价格是31万9800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，对于新款的 X3 来说的话，它们2个之间又有一些重合的地方，大家可能就会纠结，我是买新款的Q5L 呢，还是买这个新款的 X3 呢？那么下期我们就准备把全新的 Q5L 拉出来，和新款的 X3 做个详细的对比，来帮助大家选车。这一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对新款的 X3 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？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。